在戊辰战争爆发的前夜，西乡隆盛为了制造与德川幕府的开战借口，在江户策动了一场不光彩的阴谋。他让浪人相乐总三组成萨摩御用道，晚上在江户城内四处放火，抢劫商铺，甚至凌辱妇女；白天就故意躲入萨摩在江户的藩邸。这种无底线的挑衅，彻底激怒了负责维护江户治安的庄内藩。对于庄内武士而言，萨摩人不是什么维新志士，而是卑鄙的奸贼。忍无可忍的庄内军队包围并炮轰萨摩藩邸，萨摩藩邸最终在大火中被烧为平地。远在大阪的德川庆喜本来极度不愿意开战，但是庄内藩动手反制的消息传到大阪军中，德川庆喜也压不住幕府武士的杀意。战争爆发后，庄内藩展现了令人恐惧的战斗力。在人称鬼玄藩的家老酒井玄藩的直接指挥下，庄内藩兵不仅大量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制史宾塞7连发步枪，同时还接受普鲁士教官的德式训练。在秋田与新泻的战场上，庄内军枪法精准，火力凶猛且机动灵活，庄内藩连战连胜，北境赤虎成了政府军遭受到的最大噩梦。然而，随着盟友会津藩在悲剧中陷落，庄内藩成为了孤岛。为了避免国民遭受屠戮，藩主酒井忠笃不得不决定在未尝一败的情况下开城投降。庄内藩上下笼罩在绝望之中，他们烧过萨摩藩邸，又在战场上杀了无数官军。所有人都觉得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像会津那样，领地被没收，彝族遭流放。然而当萨摩将领黑田清隆率军前来接收时，却带来了西乡隆盛宽大的处置，不仅让酒井家继续统领庄内，甚至都不没收庄内武士的步枪和佩刀。官军接收完毕后迅速撤离，也没有进行报复性劫掠。其实西乡隆盛深知，要防备北方的匪俄，必须保留庄内这支强悍的武装力量，而要建立一个新国家，不能只靠杀戮，更需要弥合裂痕。西乡隆盛的宽容处置自然也换来了庄内国人的敬仰。西乡隆盛在明治6年政变中下野，许多庄内藩的旧武士竟然追随他去了鹿儿岛，进入他的私学校。当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战败自刃，庄内藩主酒井忠笃亲自带领旧部们前往鹿儿岛祭拜，并将西乡隆盛生前的言论与教诲一点一滴收集起来，编撰成《南周欧遗训》，成为了日本近代精神史的经典。最终理解、传承并守护西乡隆盛精神遗产的，不是他的萨摩同乡，而是在10年前他在战场上最大的敌人。这也算是冷酷幕末历史中最温情的一页。